暮雪，刚刚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哎，我们是朋友，有人欺负你，我当然要帮忙了。说谢谢就见外了。南烟也知道，若是太客气，反而显得生分，不如不说。反正以后若是暮雪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他也拼尽全力帮就是了。于是也没有再多说，叹了口气，转而跟好友抱怨吐槽。哎呀，还是跟你们俩处着舒服。那些虚伪的贵女，谁得势就跟谁玩。往日里恨不得离我8丈远，如今看我在帝后面前得了脸，又跑过来虚情假意，阿谀奉承，真让人倒胃口。嗨，若是早知道你不喜跟他们相处，刚刚过来找暮雪时，我就去拉你出来一起了。就是嘛，你若早一点过来，我就可以早点摆脱他们的折磨了。你不想要的，却是别人梦寐以求的呢。苏暮雪说着，朝冷婉清那边意有所指地看了一眼。南烟秒懂她的眼神，厌恶地扫了一眼冷婉清。哎，别说了，那个女人就是个神经病。我平常跟她也没有太多的交集，都不知道哪里惹到她了，非要在宫宴上这样害我。哼，这个冷婉清平时一副清高的样子，没想到私底下这么下作。哼，这种人就是假清高，实际俗不可耐。既然你与他平日里没有恩怨，那就可能是跟感情有关系吧。苏暮雪冷静分析，她坐在这儿一直有注意冷婉清的举动，没有疏忽那女人总是有意无意瞟向殿中某处的目光，心里顿时有了猜测。此话就更让人糊涂了，我这才都没有正式议亲，八字都还没有一撇，能跟他有什么感情冲突啊？你以前在宴会上表演的是何曲目？跳舞。虽然琴棋书画我都不太行，但只有跳舞是我最擅长的。那冷婉清是不是每次也表演舞蹈，而且技艺和你不相上下？确实是这样，不过往年我并不想在宫宴上太过出风头，只求无功无过便罢了，所以每次参加宴会时遇到表演才艺，还会故意差他那么一点点，从来没有抢过风头。实在搞不懂他为什么这样针对我。南烟其实并不愿意引起太多人的注意，他们这些大臣之女要是表现太过，引起上面人的注意反而不是一件好事。毕竟以前就出现过好几例，官家之女因为太过耀眼，被宫里选中封为郡主去和亲，或者笼络朝中大臣的事情。他这是把你当竞争对手，假想敌了。虽然你每次都输他一点点，但他怕你万一胜出会抢了他喜欢之人的注意，所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毁掉你这个跟他不相上下的人更安全。南烟在大殿中扫了一圈，想看看那个让冷婉清发癫的男人是谁。就是那个。南烟顺着他的指点望去，不禁愣了一下。原来是他呀！你认识他？知道他这个人，但是跟他不熟。这人除了长得好看，还有什么来头？他是辅国公世子，叫上官云，是京城的4大才子之一。京中许多闺阁女子都爱慕他，不过倒是没有听说过他心仪谁。这冷婉清真是脑子有问题，才会把我跟他扯在一起，还为了他故意陷害我。南烟觉得这样如狄仙般的人就该远距离观赏就好，他可不敢想自己会与他有什么关联。只是他不知道有句话叫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，就是形容他跟冷婉清的。南烟回府刚刚准备查叛徒，就听到沁儿回报说他的另外一个丫鬟莺歌不见了，翌日就传来他投井的消息。南烟心里明白，这莺歌就是那个被收买的人。新年都还没过完，辅国公府竟差媒人上南家提亲，说辅国公世子觉得南烟温婉贤淑，要想与他结秦晋之好。南烟听到这个消息，顿时都麻了，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他觉得自己肯定是幻听了，不然那个名满京都的男子怎么会上门跟自己提亲呢？不过惊奇归惊奇，当南夫人询问他意见时，南烟一口回绝了。南夫人万万没料到女儿竟然会回绝这门顶好的婚事，她惊讶地问道：
啊？为什么呀？没有为什么，就是不喜欢。南烟想到自己要是跟上官云扯上关系，只怕出门会遇到100种死法。他又没有苏沐雪那种上天入地的本事，提心吊胆的日子他可过不来，还是老老实实找个低调一些的男子，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过完这辈子吧。可是上官云却不愿意这样放弃，想到那日官宴上那抹宛如仙子般的倩影，他心中就忍不住想要再次见到南烟。20年来，他还是第一次对一个女子产生这种魂牵梦绕的情绪。听到媒人说南姑娘对自己无意时，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被拒绝之后的生气，反而带着一种欣赏，觉得南烟果然是个清新脱俗的好女子。在这种焦急的等待中，时间一晃就到了上元节。一会儿你俩去保护南姑娘和顾姑娘的安全。回身又叮嘱2位好友，嫣嫣、朵儿，你俩没有功夫在身，一会儿要抓紧我，千万不要走散了。又对不会武功的兰儿和南烟的丫鬟沁儿，还有顾罗的丫鬟秋桐说道，你们一会儿也要跟紧我们。他听说这古代人贩子特别多，那些人尤其喜欢制造混乱，抢年轻漂亮的姑娘，把她们卖去青楼或者卖去扬州做售马，能挣一笔不少的银子呢。哟，秦王爷，好巧。是挺巧的，上官世子。也不知是谁家的随从，从下午就一直蹲在自己府门口守人的。上官云像是没有发现轩辕锦的脸色一般，装作无意间转头，微微有些惊喜地对南烟说道：哎，原来南姑娘也在啊。苏沐雪一阵的无语呀。上官世子，相请不如偶遇，既然都是来逛花灯节，景王爷，不如我们一起做个伴如何？话说到这儿，人已经自来熟地站到他们的堆里了，众人再拒绝就显得有些小气。轩辕锦也只好点头应允，他没拒绝，3个姑娘也不好拒绝，只好一起逛。不过南烟因为拒绝过上官云的提亲，现在看到他还真是有些尴尬。苏沐雪打量着古代的夜市，还别说，这古代的上元节夜市虽不如现代那样灯火辉煌，但也别具一番风格。路过一家花灯店，木牌上写着猜灯谜迎花灯。上官云感觉自己表现的机会来了，当即停下脚步对几人说道：哎，这里有猜灯谜的，我们也进去凑凑热闹吧。轩辕锦见苏沐雪伸长脖子，好奇地盯着花灯铺子瞧，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，于是点头答应。一行人走进铺子，轩辕锦就拉着苏沐雪去看花灯了。顾罗也在墨画的陪同下猜自己喜欢的灯谜。兰儿跟沁儿、秋桐在旁边兴致勃勃地看着花灯。南烟对里面一盏栩栩如生的玉兔花灯很感兴趣，只是上面灯谜比较难猜，他皱着眉头想了半天，还是没有想出来。南姑娘喜欢这只花灯吗？挺喜欢的，就是这谜底有点难，我猜不出来。在下不才，就来试试吧。世子请。上官云仔细瞧了瞧上面的字，上不在上，下不在下，天没他大，人有他大。这幅谜底确实有些难，不过为了在姑娘面前博取好感，这个灯谜他非猜出来不可。有了。说着，他拿起店家准备的笔，在纸条上飞速写下谜底，递给店家。哎呀，这个谜底从去年就一直没人猜出来过，公子真是好文采呀！掌柜的过奖，在下也只是侥幸而已。店家笑着把兔子宫灯摘下来，递到他的手里。公子，这盏灯是您的了。多谢掌柜的。上官云接过兔子灯，送到南烟面前。南姑娘，给我的？当然，这盏灯是我专门为南姑娘赢的。这恐怕不好。不过一盏花灯而已，没什么不好的。况且我一个男子拿着这样一盏兔子灯，恐怕会遭人耻笑。
还请南姑娘帮个忙，帮我拿着它吧。多谢世子。应该是在下多谢南姑娘帮忙解围才对。若不然呢，我拿着这盏灯出去，若是被好友看见，只怕会被嘲笑1年。南烟想到他一个大男人提着一盏兔子灯的样子，确实有些好笑，忍不住微微扬了扬唇角。上官云看到他笑了，也忍不住愉快地扬起嘴角。两人这副样子落在与姐妹逛上元节的冷婉清眼中，就变成了郎情妾意的场景。贱人，先让你得意一会儿，过了今晚，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。放完河灯，一行人开始往回走。这时骤然遇到许多人往这边拥来，嘴里大喊着前面走水了。慌乱的人群如潮水一般将街道淹没，一瞬间就把他们挤到里面，动弹不得，想施展武功都难。轩辕锦警惕地将苏沐雪紧紧搂在怀里，嘴里不停地嘱咐其他人注意安全。可当人群散开之后，还是出了问题，南烟不见了。这里怎么回事？烟烟呢？对不起王妃，是奴婢疏忽了。奴婢原本是跟着南姑娘的，看到有人推她的时候，正想上去保护，可是被人用利器伤了手臂，一转眼就没见到人了。青竹面带惭愧道。众人这才发现他的手臂上此时鲜血直流。我们所有人都没有事，只有南姑娘不见了。我要是猜的没错，这应该是一场阴谋，一场针对南姑娘的阴谋。这些人制造混乱，伤了保护南姑娘的青竹姑娘，而我拉着南姑娘的手也被扎了穴。上官云说着伸出自己的手，众人一看，上面还留着一个针眼大小的孔，此时还隐隐有着血迹。上官公子分析的对，看来他们的目的就是想掳走南姑娘。阿锦，你快让人封锁各个城门，不准任何人出入。轩辕锦点点头，立刻吩咐暗卫去办。苏沐雪见青竹的手臂在滴血，开口吩咐他：青竹，你先回去治伤，顺便把顾姑娘主仆和兰儿、庆儿他们带回王府去，其他人跟我一起去找南烟。沐雪，我也一起去找烟烟。顾罗此时满眼通红，很担心好友出事。庆儿也不愿意回去，想要留下来找小姐。青竹更是因为自己没有保护好南烟而自责，想要一起去寻找。青竹，你听我说，顾姑娘几人没有功夫在身，我们现在要找人顾及不到他们，到时候万一出什么差池更麻烦。你先带着人回王府等。说完又对南烟的丫鬟说：庆儿，你先跟着青竹回去，我一定会把你家小姐找回来的。景王妃，你可一定要救救我家小姐，青儿求您了。放心吧，我会把人带回来的。你们快点回去，免得我要担心南烟，还要担心你们。顾罗等人知道自己留下也没什么用，反而会拖后腿，于是只能忍下心里的担忧，先坐上马车回王府。苏沐雪刚把眼光转向上官云，男人立马反对道：景王妃，是我没看住南姑娘，我也有责任去找她回来，你叫我回去我也不会走的。我没打算劝你走，我只是想问你有没有其他快速找人的渠道，毕竟只靠我们几个人能找的范围太小了。江春，你去找刘都尉，就说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东西丢了，让他派人在京城仔细搜一搜，明白了吗？属下明白。江春清楚主子是不想让人知道南姑娘被掳影响名声，点点头，当即飞奔而去。苏沐雪、轩辕锦还有上官云和玄策四人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兵分四路，一人找一个方向。临走前，轩辕锦把手中的发射信号剑给了苏沐雪。沐雪，你拿着，遇到什么事情立马发信号给我。知道了，你们也要小心。苏沐雪说完，把信号剑放入怀中，朝自己选的方向跑。到了无人之处，他把红外线探测仪调成追踪模式，一边跑一边观察探测仪上的动静。只是跑了好长一段时间，探测仪上始终没有目标出现。此时京城西边一座偏僻破旧的庙宇里，6、7个手持大刀一脸凶相的男人正坐在神像下面，眉头紧锁。大哥，如今城门已被封锁，无法出城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刀疤男还没回答，旁边一个留着络腮胡的男人啐了一口，骂道：
没想到这些人反应这么迅速，若不是我们跑得快，只怕此时已经在城门口变成瓮中鳖了。看来这姑娘的来头不小啊，稍不注意咱们的小命都要搭进去，只要了那人3000两银子，实在是有些亏了。刀疤男听完几人的话，皱着眉头问先说话那个瘦子：老五，你先前不是去跟踪过那个人了，知道他们是哪家的人吗？是冷太傅家的人，不过出银子雇我们的人是冷太傅嫡女冷婉清。要说这娘们也真够狠的，竟然想出让我们把这个女人玷污，然后扒光身子挂到城墙上去，让万民瞻仰的法子来。哎呦，真是杀人诛心呐！老二，你给那冷婉清送封信，就说为了他这桩事搞得我们都无法出城，太危险了。就给他2个条件，一是想办法送我们出城，2是让他再给1万两银子，看他选哪条。如若不答应，我们要是被抓住，到时候可不一定能管住自己的嘴。好，我现在就写。太傅府冷婉清接到绑匪发来的信，气得摔坏了桌上放着的一套精美茶具。这些人真可恶，竟然敢出尔反尔，还让他做选择。自己一个内阁之中的闺阁女子，去哪儿找门路送他们出城？这条路肯定行不通，那就只有再给1万两银子。冷婉清把自己所有积蓄都拿出来，摆在桌上数了数，离1万两还差2000两。于是让人传话，让绑匪给他点时间筹备银子，让他们先把南烟按他说的处理了。绑匪也不是傻子，担心事情做了，到时候冷婉清反悔不给银子，直接传话说先给银子后办事儿，不然他们就直接跟人质交易了。冷婉清心里恨得不行，又实在是没办法，只得乖乖地想法子凑银子。他是绝对不会给南烟和绑匪交易的机会，这次一定要让这女人身败名裂，遗臭万年。破庙里，被藏在神像后面乱草中的南烟清醒过来，发现自己浑身被捆绑，嘴也被堵住，立马意识到出了什么事儿。南烟心中焦急万分，奋力地挪动身子，奈何绳子绑得太紧，根本就动弹不了。他心里又怕又急，只能默默仰天流泪，希望有奇迹出现。正在伤心的时候，他敏感地听到旁边有稀稀碎碎的声音。万分害怕的他，担心被绑匪发现自己醒了，只能偷偷地转头，眼神惊惧望着声音方向。他发现一个身穿破烂衣服、头发脏兮兮的小乞丐朝这边悄悄地摸来。南烟连忙用乞求的眼神望着他，希望他能把身上的绳索解开。小乞丐像是看懂了他的意图，凑到耳边悄悄说道：外边的人都是些穷凶极恶的江湖匪寇，武力高强，你一个弱女子逃不掉的。南烟又用眼神示意小乞丐帮他把嘴里东西拿下来。我帮你拿下来可以，但你不能喊，不然你我都得死。南烟点点头表示明白，其实不用小乞丐提醒，他也知道不能出声。小乞丐把南烟嘴中破布拿出来，劳烦你帮我去景王府报个信，告诉他我现在的位置，到时候我给你100两银子做报酬。可我只是个乞丐，若是没有信物，只怕连景王府的门都摸不到，更别说见到王妃了。你把我的耳饰取下一只带过去，他们看过就会相信的。拿到信物之后，小乞丐悄悄爬到旁边，开始熟练地扒茅草，弄出些许稀稀碎碎的声音。南烟吓得心跳如鼓，生怕外面的人发现动静走进来查看。还好外面的人正在商量事情，并没有发现屋里的异常。小乞丐拨弄了一会儿，墙上就露出一个狗洞来。他娴熟地穿过狗洞，又稍稍掩饰了一下洞口，看了一眼南烟，然后消失在屋里。小七，你飞得快，去这几个地方，我去这里。说完和小七分开，朝着最近的红点跑去。因为天黑又跑得太快，苏木雪没注意到路上还有行人，一不小心就碰到了一起。
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伤到你哪里没有？把人扶起之后，苏沐雪这才看清自己撞到的是个小孩子，只是这孩子瘦骨嶙峋，衣衫褴褛，脸上还黑漆漆的，看起来若不是家庭条件不好，就是个小乞丐。也不知道刚才那么猛力一撞，这孩子有没有被撞出内伤来。可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去给他检查，他只好转过身子避开孩子，从空间拿出一杯灵泉河水递了过去。小朋友，姐姐现在有急事要处理，先给你喝点水吧。过后若是感觉身体有什么不舒服，就来景王府找我。你是景王府的人？对，你知道景王府那就更好了。若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，记得一定要去景王府找我啊。那你认识苏沐雪吗？我就是。听说她是苏沐雪，小乞丐脸上一喜，拿出耳坠说道：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苏沐雪看了一眼碧玉耳坠，就知道是好友的，心中闪过狂喜。小朋友，这是谁给你的？他现在在哪里？是一个小姐姐给我的，她现在被人绑在破庙里，有7个坏人看着，不过人还没有事儿。小乞丐别看人小，说话倒还挺流利，几下就把事情交代清楚了。小朋友，破庙在哪儿？你能带姐姐去吗？小乞丐感觉有些口渴，喝了苏沐雪给的水，揉了揉胸口，转身朝破庙跑。苏沐雪跟在后面，没多久就来到了破庙。小乞丐指了指里面，小声说道：那个姐姐就在神像后面。谢谢，你先躲起来，等姐姐一会儿收拾完坏人再来找你，好不好？那些人很多，你一个人去会有危险。我知道从哪里可以不惊动他们到神像后面的。没关系的，姐姐不怕。不过一会儿我跟他们打起来，你能帮忙把里面的那个小姐姐带走吗？可她被绑住，我解不开绳子。小乞丐犹豫着说了一下实情。苏沐雪从身上拿出一把小巧的匕首，对小乞丐柔声道：给你，用的时候小心一点，仔细别割到手了。听到他柔声的关怀，小乞丐不禁鼻子一酸，差点落下泪来。自从流落在外成为乞丐之后，已经记不清多久没有听到别人这么关心他了。为了不让眼前的姐姐发现自己眼中的泪水，小乞丐垂着头，拿着匕首飞快走了。哟，嘿嘿，小美人儿，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偏要闯呢。说完，回头对刀疤男说道：嘿嘿嘿，大哥，没想到这犄角旮旯的破庙竟还有自动送上门来的油物，咱们兄弟今日有福了。男人淫笑着走到苏沐雪面前，就要伸手去摸她的脸。电光火石之间，苏沐雪快速抓住他的手掌，一扭一撇，另一只手拿起匕首，利落地将男人扎了个透心凉。老九，这该死的臭女人，竟敢杀了老九！刀疤男怒气冲冲地对同伙说道：大家一起上，杀了这娘们儿，给老九报仇！对，杀了这个臭娘们儿，给老九报仇！几人愤怒地举起手中大刀，朝苏沐雪砍来。你到底是哪个门派的弟子？你不配知道。说，是谁派你们抓我朋友的？是老太夫家的冷婉清，他要我们绑了里面的那个姑娘，先奸，然后再扒光衣服，挂到城楼上去示众。听到这个，冷婉清竟然想出这么恶毒的法子来对付好友，苏沐雪眼中闪过一丝冰冷，嘴角露出一抹嗜血的笑容。这女人竟然想这样侮辱南烟，那她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。苏沐雪没有杀绑匪老三，只是点了穴道，然后将他捆起来扔到隐蔽处，走出门，把轩辕景给的信号箭射向天空。跟小乞丐躲在暗处的南烟见他收拾完绑匪，连忙哭着跑出来，伸手一把抱住好友。妍妍，别怕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人再敢伤害你了。沐雪，幸亏你来了，不然……
想到若是没有好友自己的结果，南烟就情不自禁地发起抖来。察觉到好友的害怕，苏沐雪连忙安慰：都过去了，保你的人都被我杀的杀，抓的抓了，他们不会再伤害你了。女侠姐姐，他们还有一个人，现在出去了，还没回来。小朋友，你知道那个人去哪里了吗？小乞丐想了一下先前听到的谈话，然后说道：好像是去找那个雇他们的人拿银子了。知道还有绑匪，苏沐雪决定在这守株待兔，让小乞丐跟南烟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又把刚刚杀掉的人全部拖到神像后面堆起来，再用茅草遮住，然后他静静地等着那个取银子的绑匪回来。只是绑匪还没到，轩辕锦几人倒是先到了。苏沐雪把情况跟他们说了一下，上官云没想到因为自己喜欢南烟，竟然差点害他身败名裂，心里顿感内疚不已，对冷婉清这个恶毒女人更是厌恶到了极致。上官公子，为了南烟的名誉，这个冷婉清留不得。你若不想沾上这件事情，就先回去吧。但是请看在嫣嫣差点因你丧命的份上，把今天晚上见到的事情都忘记吧。景王妃放心，在下也不是贪生怕死之人，况且这件事本就因我而起，留下来与你们共进退，本就是我的分内事。至于今晚发生的事，在下发誓，这辈子都会将它烂在肚子里，绝不对第二个人提起。苏沐雪要的就是他的态度，见他如此上道，满意的点了点头，留下玄策、墨画还有上官云在这守着庙里的绑匪，顺便等着另一个上门。他带着轩辕锦直奔冷府而去。冷府的西厢房，冷婉清终于凑够了银子给绑匪。想到明日南烟就会被人光着身子挂在城楼上，他心里就忍不住一阵兴奋。他满心欢喜地坐到床上，刚准备休息，突然感觉脖子一疼，整个人就失去了知觉。冷婉清醒来就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又脏又破的屋子里，屋里还有2个男人正在宽衣解带，吓得他大声叫喊：你们是谁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2个男人根本不理他，脱光衣裳就要扑过来。冷婉清吓得尖叫不已，嘴里还不忘发出威胁：你们不要过来，我可是冷太傅家的嫡女，若是让我爹知道了，你们休想活命。老三本就因为兄弟们命丧黄泉，自己也差点没命的事儿，愤怒不已。这娘们儿，要不是因为你，大哥他们也不会死。如今老子活不成了，能在死前上一上太傅家的千金大小姐，也算是老子的造化了。二哥，咱们一起上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冷婉清从男人话里知道这是他花银子雇的那帮亡命之徒，心里顿时害怕不已。你们收了我的银子，竟然不讲信用，太卑鄙了！老三不耐烦的又甩了他2巴掌。给老子闭嘴！说完就朝着冷婉清压了上去。不一会儿，庙里就传来女人凄厉的尖叫声和男人的调笑声。此时庙宇外面只有轩辕锦、苏沐雪还有他万圣的小妻。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那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让他自己体会一把吧。苏沐雪把绑匪身上13000两银票全部收入囊中，又逼着他俩把晕死过去的冷婉清挂到城楼上。做好这一切之后，他利落的一刀接过了2人，这才匆匆赶回王府。等回到府里，已经4更天了。翌日，南烟跟苏沐雪来到一间客房，找到昨晚临时住在这的小乞丐。见他还是一身乞丐的打扮，缩成一团躲在屋角，警惕地看着门口。苏沐雪看了一眼桌上一动未动的衣服和早已冷掉的洗澡水。小朋友怎么不洗澡啊？是给你准备的衣服不喜欢吗？你们是不是要把我洗干净然后卖掉？小恩公，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感激你都来不及，怎么可能会卖你呢？小朋友，你别害怕，我是景王妃，有我在这里，没人敢卖你的。你看，你穿的这一身衣服也很难受的，对不对？不如这样，
我让丫鬟们重新帮你打水，你好好洗个澡，换身新衣服，一会儿我们再说话，行吗？见小孩眼睛望着他，并不说话，苏沐雪想了想，说道：若是你害怕陌生人，要不我让人打了水之后，你自己洗澡，我跟南姐姐就在外面等你，这样可以吗？小乞丐见他说的诚恳，又想起他昨天晚上收拾坏人的本事，还有他对自己温柔说话时的样子，心中防备渐渐放下，点点头表示可以。苏沐雪连忙让人重新换了热水过来，小乞丐这才安安心心的开始洗澡。哇，小朋友，你长得好帅啊！没想到小恩公梳洗之后竟是如此俊朗如皓月。小乞丐这些年来听到最多的就是辱骂和驱赶，还是头一回听到有人真心夸他，顿时有些脸红起来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正在他尴尬的时候，突然一阵咕噜噜的声音传入三人的耳中。哎呀，这早上起床都还没有吃早饭，我肚子都饿了，不如咱们边吃边聊吧。说完就叫丫鬟去端饭菜过来。桌子上，小乞丐望着满桌的菜，情不自禁地舔了舔唇角。苏沐雪见状，先给他舀了一碗清淡的粥。你长期饮食不规律，先吃一点清淡的，等肠胃适应了再吃重油的，不然容易拉肚子。小乞丐眼下眼中失望，乖乖地端起粥喝了起来。桌上，苏沐雪跟南烟打听他的年龄、姓名和家庭状况。一餐饭下来，小乞丐对他俩彻底放下心防，如实说出他姓魏，叫魏玲，今年9岁了，家在很远的北方，家人全被亲信谋害，家财也被夺了。他的中仆护着他一路逃到京城，可仆人最终因为救他而亡。身无分文的他，加上人小又没有一技之长，最后只能沦为乞丐，一直住在昨天南烟遇险的那个破庙里。饭后，南烟遵守承诺，拿出100两银子给魏玲。小家伙没接，而是定定地望着苏沐雪。王妃娘娘，我不想要银子了，我想让你教我功夫，可以吗？为什么想跟我学功夫？因为我想学会功夫，为我家人报仇。没问题，我可以教你，不过习武会吃很多苦头，你受得住吗？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往后无论上刀山还是下火海，徒儿都谨遵师傅教诲。行了，既然你都是我徒弟了，以后就住在王府吧，每日过来跟我一起练功，不能有半分懈怠，知道吗？是，师傅。小玲，你不必这样拘束，人前你喊我师傅，人后你就喊我沐雪姐姐就好了。好。锦王府这边一派和谐，城门口那儿却炸开了锅。其中有人仔细一看，发现那人竟是太傅家的千金冷婉清。于是城中各种谣言四起，有人说这冷婉清不知羞耻，私下与别人夫君苟且，被正妻发现后为了报复，所以把他挂在城楼上示众。有人说他同时跟几个男人好，结果其中有人因爱生恨，所以把他挂在城楼报复。总之大家众说纷纭，只是没有一条是好的。冷太傅与夫人接到消息时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连忙让下人赶着马车往城门口跑。当看清楚城楼上确实是自己女儿时，两人顿感一阵天旋地转，人就这么活活气晕了过去。吓得下人们连忙掐住二人的人中，拼命呼喊。好不容易醒来的冷太傅铁青着脸，喊人去把女儿放下来，抱上马车，然后在众人的指指点点中回到冷府。觉得有人陷害女儿的太傅卯足劲儿地查了1个月，最后还是没有查出半点眉目。外面的冷言冷语和同僚们异样的目光，让他觉得每日出门都如坐针毡。况且出了这样的事之后，他也无脸再继续担任太傅之职，只好辞官，带着一家老小灰溜溜地离开京城，从此不知去向。自从上元节之后，上官云就对南烟展开各种追求，3番5次往丞相府跑，给南烟送各种小玩意儿，赶都赶不走。在他的不懈努力下，南烟终于有了一点松动，
不过他故意把苏慕雪的那一套新3从4德和几条规定都跟上官云说了一遍，想着把他吓跑，结果男人听完哈哈一笑。哈哈，这有何难？锦王爷他堂堂一个王爷都能做到的事情，我一个小小的世子难道会做不到吗？南烟，我答应你，此生定以你为重，永不纳妾。上官云爽快的答应，倒是让南烟愣了愣，没想到这人竟然眉头都不眨一下就答应了。见他能如此郑重地许下承诺，南烟说不感动是假的，终于放下心防，决定与他处处看。时间犹如白驹过隙，转眼就来到4国来朝的日子。轩辕锦为了迎接各国使臣，还有维持京城的治安，确保使臣在东离国的安全，每天忙到飞起。他很忙碌，苏慕雪也不见得清闲，除了每日练功和教魏灵武功，就是去巡视铺子。如今开了连锁店，南烟跟顾罗都有些忙不过来，所以他也要抽空帮忙。这日他巡视完铺子，刚准备回府，突然发现一人骑着骏马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肆无忌惮地飞奔，把百姓们吓得惊慌失措，如没头的苍蝇一样乱窜。有个几岁的孩子被吓得站在路中间，手无足措地哭泣，眼看就要命丧马蹄之下。苏慕雪心里一紧，立即飞奔上前将孩子抱开，这才避免了一场惨剧的发生。孩子母亲哭喊着过来，抱着儿子直发抖，嘴里不停地向苏慕雪道谢。而那个坐在马上身着奇装异服的男人不仅不道歉，还挥着马鞭嚣张地破口大骂：你们这些贱民，竟然敢阻本皇子的路，信不信我打死你们！苏慕雪是最见不得这种仗势欺人的东西，顿时脸色一冷，直接飞身上马，一把抓住男人的头发，把他拉下马来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一只脚踩住他的脸，语气冰冷道：道歉。本皇子是镜花国的3皇子尹真天流，你这个臭娘们儿，竟然敢打本皇子，我一定要告诉东离国的皇帝，让他砍了你的脑袋！尹真天流以为说出这种话，苏慕雪就不敢动他了，谁知道他听完之后，反而不止踩脸，更是直接挥起一拳，一顿胖揍。边揍似乎还感觉不解恨，干脆揍一拳，骂一句：你个无耻的大垃圾，什么尹真天流，我看是真下流还差不多。不过一个弹丸之地出来的井底之蛙，竟然也敢来我泱泱大国耀武扬威，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底气？横行霸道是吧？欺我百姓是吧？不道歉是吧？姑奶奶今天就看看，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的拳头硬。说完噼里啪啦一顿老拳，直往男人身上最疼的地方捶，揍得尹真天流是哇哇大叫，张着嘴大声喊救命，但就是倔强的不道歉。苏慕雪也不惯着他，挥起拳头继续揍。我让你在街上跑马，我让你在嚣张跋扈。这一下尹真天流被揍的连喊救命的力气都没了。尹真垃圾，给你2个选择，一是乖乖给这位小朋友道歉，二是让我打死你，你选一个吧。我是尊贵的使臣，是皇子，你不敢打死我。尊贵的使臣啊，行，那我成全你，就让你变成真正的死臣好了。哼。苏慕雪说完，邪气一笑，从身上拿出匕首，朝着尹真天流的身上就要扎。眼看刀子真的要扎到自己身上了，尹真天流不敢再嘴硬，吓得连忙大声高喊：啊！饶命啊！饶命！我道歉！我道歉！哼，没种的东西，我还以为有多硬气呢，没想到竟是个软脚虾而已。屁本事没有，还敢这般嚣张！赶紧给我跪下道歉，不然我现在就扎死你！尹真天流从小到大还没有受过这样的屈辱，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。可他已经被打怕了，不敢再跟眼前女人对着干，只得爬起来，在苏慕雪的指示下，跪着给孩子和他母亲屈辱地道了歉。刚刚道完歉，后面又有几匹马飞奔过来，看见男子浑身是伤，跪坐在地上，连忙跳下马来，跑到他身边。对不起，3皇子，手下救驾来迟了。见到救兵来了，
尹真天流突然觉得自己又行了，指着苏沐雪对领头的人喊：徐秀树，是这个女人，就是她打的本皇子，还让本皇子为一个贱民下跪，你快给我杀了她！无知妇人，竟敢如此折辱我净花国尊贵的皇子，今天定要让你人头落地，方能解今日之耻。说着挥舞刀朝苏沐雪砍来。想要让我人头落地，也要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。苏沐雪冷笑一声，拔出随身携带的软剑迎了上去，两人刀剑一碰，顿时打得难舍难分。几个回合下来，苏沐雪感觉此人武功确实非同寻常，每一招都刚猛有力，带着雷霆万钧、大开大合之势。幸好他的武功是轩辕锦教的，而且这些日子他练功从未懈怠，这才能和他打成平手，不至于落下风。面对三人的卑鄙无耻，苏沐雪冷冷一笑，望着他们的眼睛，像是在看死人。砰砰砰三声枪响，菊秀树三人中弹倒地吐血，低头不敢置信地望着自己鲜血狂飙的胸口，又抬眼看了一下苏沐雪手中正在冒着白烟的武器，喃喃地问道：那是什么武器？这个问题你们下地狱去问阎王吧。菊秀树两眼一翻，带着遗憾倒地，就这么死不瞑目的饮恨西北。这位女侠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在闹市骑马了，求求你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。这时维持京城治安的巡防营过来了，领头的人是轩辕锦的手下，看到苏沐雪要杀使臣，连忙上前劝说他大局为重。想到如今京城的治安归轩辕锦管，杀了随从还好，若是杀了别国皇子，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。苏沐雪决定暂时放过尹真天流，警告他若是再死性不改，那他定会取了他的狗命。翌日日上三竿，被轩辕锦烙了大半晚上煎饼的苏沐雪才刚起床，就听到宫里传出话来，让他进宫一趟。陛下，就是这个女人打的我，还杀了我的随从，她这简直就是在破坏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，请你下旨杀了她。看来昨天给你的那一顿揍还是太轻了，才让你这个真下流有力气在这里颠倒黑白。尹真天流被他吓得两股一紧，撤开几步跑到安全距离，这才朝着轩辕龙继续说道：陛下，你看他当着您的面还敢威胁我，快点治他的罪吧。苏沐雪两眼一眯，又想上拳头揍人。一个身着武将朝服的中年男子连忙站出来阻止：景王妃，三皇子怎么说也是净花国的使臣，是东离国的客人，你这样动不动就揍人，实在有失我东离国的气度啊！还是快些向三皇子道歉吧。你又是哪位？我乃骠骑将军王一莽。我看你应该叫王莽夫才对，还骠骑将军呢。我看你简直就是侮辱了将军这个名头。你这官不当也罢，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去吧。你王一莽因为是四国来朝之事才调回京里的，所以并不知道苏沐雪的厉害，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牙尖嘴利的妇人。要我说，你比妇人还不如，事情都还没有搞清楚，就一味让自己国家的人给别人道歉，亏你还是武将，脑子不好使，骨头还这么软。你的骠骑将军难道是靠拍马拍上去的吗？你这妇人说话实在是太放肆了，看我不教训教训你！王一莽被气得面如赤色，抬手就想打苏沐雪。眼前这个妇人竟然敢质疑他的能力，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。我轩辕锦的王妃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小小的骠骑将军来教训。对不起王爷，是我鲁莽了。对于这个曾经征战沙场的战王，王一莽还是很敬佩的。你应该道歉的不是我，而是我的王妃。可是景王妃她……王妃说的没有错，你的脑子确实不好使，事情都没有弄清楚就开始指责自己人，哪里有半点当将军的样子。轩辕锦面容冷峻，眼神如刀锋一般锐利地望着王一莽，惹得他不敢再说一句话。轩辕锦不再理会他，
转头看向苏沐雪，语气温和道：沐雪，我相信你不会胡乱动手打人，既然动手了，那想必就是这个镜花国人所错了。男人当着众朝臣的面毫不犹豫的袒护和信任，让苏沐雪心中一暖，也没有再奏饮真天流，开始诉说起昨日在街上的一幕。男宰相双手拿着玉圭出列，对着轩辕龙说道：皇上，臣以为景王妃做得对，镜花国的三皇子在我东离国的国土上纵马行凶，若不是有景王妃相助，我东离国的无辜稚童就要惨死在他的马蹄之下。三皇子此等恶行，臣以为必须严惩。臣附议。景王妃，刚刚的事情是我错了，我向你道歉。你做得对，这个饮真天流就是该好好教训，让他知道我东离国人不是好惹的。这个王一莽倒是个能知错就改的人。苏沐雪点点头，接受他的道歉。王将军快人快语，让人钦佩。不过行军打仗之人，最忌讳听风就是雨。作为将军，手里握着将士们的生命，应该要多听多思而后行才是，不然很容易陷入奸人的陷阱，给自己和手下将士带来困境和不必要的损失。多谢景王妃教诲，王某定当铭记在心。这事儿确实是镜花国的人理亏，没有达到目的的使臣之一景九，心中虽然恼怒，但也无可奈何，只得亲自出面替自家三皇子做收尾工作。陛下，三皇子他年纪尚小，又自小深受先皇与皇上的宠爱，故而为人率真，行事鲁莽了些，但他本性纯良，并不会故意做出伤害贵国百姓的事情来，还请陛下原谅。本性纯良，这话只有傻子才会信吧？至于年纪尚小，我发现怎么个个都喜欢用年纪尚小来说事，怎么年纪小杀人就不犯法了吗？再说了，我看他长得人高马大的，看起来没有30也有25了吧，这也算年纪小。怎么你们镜花国是海底的龙族出身吗？1000年才算1岁。说是这样子算的话，那这个针引下流还是一个刚刚受奸的坏蛋，确实蛮小的。王妃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那我若是不饶呢？这位使臣大人，你待要如何？他的毫不示弱，让场面一时之间紧张起来。景王妃啊，既然三皇子并没有伤到百姓，而且你也已经教训过他，如今镜花国的使臣也已经道歉，依朕看这事儿就过去了吧。他们远道而来，来者是客，不要伤了和气嘛。那他打我的事情就这么算了吗？若是你觉得能打得过他，那三皇子请自便，朕绝不阻拦。轩辕龙生气的摆明态度，他两边都不帮了。尹真天流想到昨日菊秀树三人的惨状，顿时吓得脸色一白，不过还想死鸭子嘴硬说点什么。跟他一起来的景九知道轩辕龙其实还是在偏帮他们这边的，连忙出声阻止道：三皇子不得再多加妄言。在景九锐利的眼神示意下，没有达到目的的尹真天流也只好阴沉着脸跟随在他身边离开。春野樱，昨日景王妃用来杀害菊秀树他们的武器，你可有研究出来？回国师大人，下官已经把嵌在他们身上的暗器取出来了，不过并未弄清这是什么暗器啊。三皇子，你昨日在现场可有看清楚，当时景王妃手里拿的是什么样的武器？我当时看得不是很清楚，只知道那东西非常的小巧，大概就是一只手掌的大小吧。使用的时候声音很小，但是速度非常快。杀菊秀树三人的时候只用了短短的一息。那武器真的只是一息就杀了菊秀树他们3个？这个速度不得不让景九他们惊讶。
要知道，菊秀树他们几人的功夫虽然算不上顶尖，但也不是一般的侍卫，能在一夕之间同时杀死他们3人，就算武林中武功最高的高手都办不到。锦王妃一个女子，单凭手中那个武器就做到了。若是这武器能落到他们手中，一支武器起码顶100人的小队。这一刻，景九和他的人眼中都闪过一丝炙热的光芒。你们去把锦王妃有杀伤性武器的事情告诉其他3国的人。国师，你是想来个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？景九点了点头，让他派人仔细盯着，只要3国的人与锦王妃争夺武器，两败俱伤的时候，立马就上手抢。是。春野英立刻回答，然后出去找人办事。过不了多久，就要与其他3国一起拜见东离国的皇帝，你们一定要准备好，不能把好处都让其他3国得了。苏沐雪这几日出门，总会感觉到身边有几拨人跟踪自己。当再次被跟踪的时候，他不动声色地拿出探测仪扫描了一下，好家伙，足足有4拨人，加起来得有几十个。不知道是不是没找到机会的原因，这些人全部都只是跟踪，并没有动手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他这些日子带着青竹墨画出门时，都会穿上全副武装的防弹衣。轩辕锦还是不放心，又找了几个暗卫保护他。这天他被跟踪的有些烦了，带着2个侍女故意走到一个偏僻处，扬起声音说道：既然大家都跟踪我这么些天了，那不如出来见一见吧。见行踪暴露，跟踪的人也不再躲藏，6、7个身着黑色衣服戴着面具的人从树上飞下来，站到他面前。其他人就不打算出来见一见吗？他这么一喊，余下2拨人也藏不住了，只好都站了出来。还有几只阴沟里的老鼠躲在后面，难道是想坐收渔翁之利？他这么一说，在场的3拨人突然脸色一变，显然没料到后面竟然还有人想坐享其成。镜花国的隐者们这下藏不住了，只得从暗处走出来，心中暗暗吃惊。他们的龟息术连其他3国高手都没发现，这个女人是怎么发现的？说吧，你们跟踪姑奶奶这么多天，究竟是想干嘛？最先出来的那拨人，其中一个像是领头的说道：听说锦王妃手里有件宝贝武器，我等想瞧一瞧，若是你能主动交出来，我们保证不会伤害你的。哼，就凭你们还敢肖想姑奶奶的东西，我看还是回去把枕头垫高，做梦比较容易实现一点。还想伤我，你们还不够资格。看来锦王妃是想敬酒不吃，吃罚酒了。男人拔出长剑，眼神冰冷地说道。苏沐雪让青竹墨画跟自己背靠背，快速形成一个防御3角，然后给他俩一人一支冲锋枪，自己也端着一支，朝着男人不耐烦地说道：不要逼逼赖赖，有本事干就完了，一个大老爷们这么嘴碎，真是让人讨厌。你们一起上吧，免得我一个个的收拾麻烦。既然如此，他们就不客气了，纷纷拿起武器朝主仆3人砍来。才这么点人，我都没打过瘾呢。确定没有活口之后，他对着空气喊：玄石武，你出来查查，看看这些都是什么人。好的，墨画姐。一个17、18岁的小伙子应声从暗处出来，朝着苏沐雪行了个礼，这才蹲下身检查死去的黑衣人。没过多久，他走到3人身边说道：回禀王妃，这些人分别是贺宇、镜花、月剑还有刘盈的。你们把这些人脑袋割下来，直接扔到各国驿站去，躯干没用就拿化石水化了吧。苏沐雪说完，把冲锋枪收回空间，直奔驿站。他今天干了活，得去帮空4国准备献给轩辕龙的宝贝当赔偿才行。翌日，各国使臣起床，刚打开门，就看到一排血淋淋的人头正睁大眼睛，死不瞑目地盯着屋里。
大清早的看见这场景，开门的人大声尖叫，差点当场吓尿了。胆小的已经被吓得晕死过去，胆大的也感觉自己三魂七魄正在天上游荡。镜花国这边，饶是见过许多大场面的景九也被吓了一大跳，过了好一阵子才回过神，定睛一看，这些人竟然是自己派去跟踪三国和锦王妃的10名高手。田村他们的龟息术和引术都是镜花国出了名的，就算打不过也不至于全军覆没呀。到底是什么人能把他们全杀了？景九心中犹如惊涛骇浪一般，野国有这样的高手存在，对镜花国来讲可不是一件好事。会不会是锦王妃干的？尹真天流很怀疑是苏沐雪，毕竟他那武器可是在一夕之间就杀了自己3大随从。春野樱，你派人去看一下其他3国现在怎么样。没多久，春野樱派出的人行色匆匆地赶回来。回禀国师，其他3国派出去的人也跟我们一样，全部被割了首级扔到驿站门口。秦王妃手里的武器竟然这么厉害，能同时把咱们4国都杀了。景九眼中炙热更加强烈，他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得到这件宝贝。沉思了一会儿，他快步走进屋，提笔写了一封信递给手下，并交代道：快，尽快想办法把此信带回镜花国，一定要交给国君。不只是他，其他3国使臣反应过来时也做了同样的决定。信刚送出去没多久，众人这才发现带过来的礼品竟然全都不见了。想着离觐见东离国皇帝还有半个月的时间，这没了礼品，他们要如何去拜见皇帝？4国使臣觉得这事肯定是锦王府干的，可他们又没有证据。思来想去，几国人纷纷跑去县衙报案，并给大理寺施压，说既然这东西是在东离国丢的，他们就有义务尽快帮忙找回来，不然就要告到东离国的皇帝面前。大理寺寺卿魏无羡急得抓耳挠腮，这些日子吃住都在办公的地方，可事情还是一筹莫展。丢失的礼品就好像从未出现过一样，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他，只好去找负责京城治安的轩辕锦帮忙。一见到轩辕锦，魏无羡就开始卖惨，说完之后哀求道：哎呦，王爷呀，您这次可得帮帮下官，不然下官就不知道该如何交差，我这乌纱帽也保不住了。他们说带礼物就带了吗？有谁看见了？既然没有人看见，有没有可能他们本身就没有带礼物，又想要面子，所以才倒打一耙呢？魏无羡突然灵光一闪，拍了拍急得都快头秃的脑袋。对呀，他们这些蛮人可真狡猾，明明小气没诚意，不想带礼物，还故意倒打一耙栽赃我们东离国，真是用心险恶。魏无羡得到启发，乐颠颠的跑了。这边魏无羡回到大理寺，立马就将4国的人痛骂了一通，说他们带了这么多侍卫来东离，把整个驿站围的是水泄不通，连只苍蝇都进不去，贼人怎么可能进去偷东西？又说礼品不是1两银子，怎么可能一夕之间就全不见了？做完这些还不够，他还让人到处传扬，说4国国君小气，不想给东离国送礼，又想要面子，所以就不要脸的故意栽赃，硬说带的礼品在东离国丢了。大家都在骂4国的人不要脸，当婊子还得立牌坊，这可真是把景九和另外几国人气坏了，可又确实拿不出证据，最后只能吃了哑巴亏，写信回国，让各自朝廷安排人重新送一批礼品过来。这么一拖，等礼品到达东离国的时候，又是2个月过去了。为了夜长梦多，这次礼品一到，4国立马带着进宫觐见轩辕龙了。这次4国护送礼品过来的人都是重量级的人物。镜花国来的是他们的摄政王东方玉，此人年近不惑，在镜花国是属于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。月见国来的是2皇子爱丽都，一身红衣的他气场十足。流萤国来的是大公主莫里斯，极具异域风情的脸蛋，如蓝宝石般的眼睛，配上微微上挑的眉毛，显得跋扈张扬又极具魅惑。
贺宇国来的是太子魏义臣，一身白衣，手持折扇的他，外表看起来温文尔雅，仔细一看，他的笑意从不大眼底。四人带着各自使臣进殿之后，身后的仆从们将一箱箱奇珍异宝放到金銮殿的大殿之上。最先开口的是流萤国的大公主莫里斯，她向轩辕龙行了一礼，开口道：尊敬的东离国陛下，听说有人造谣说我流萤小气，不愿意给您献礼，此话绝对为谣传。我流萤上下对东离的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，绝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来。今日为表诚意，莫里斯特带来了东海夜明珠一对，红珊瑚一座，还请陛下笑纳。莫里斯林林总总列了一大串的礼物单，无一不在说明他的国家多么大方，对东离国多么重视。他退下之后，越建国的艾丽都立马接上，将自己带来的拜见礼一一摆了出来，东西不比流萤国的少。再接下来就是贺宇的魏义臣，他带来的除了金银珠宝，还有贺宇国特有的各种水果。最后是镜花国的东方玉，他不卑不亢地走上前，对轩辕龙行礼：陛下，镜花国四面临海，不如其他三国富有，但我们敬重你的心，与其他人并无二致。今特为陛下奉上海货若干，这些都是我国渔民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深渊般的海底打捞上来的，然后再经过精心炮制上交给朝廷。我们君主感念与陛下的友谊，特拿来给陛下尝尝。莫里斯看了几眼东方玉说的海货，满脸讥讽道：世人都道镜花国穷，没想到竟然穷成这样，这堆臭鱼烂虾也好意思拿出来贡献给东离陛下。依我看，先前的谣言恐怕说的就是你们镜花国，结果连累了我们三国的吧。其他两国人虽然没有搭腔，可满脸都是玩味的表情。东方玉并未生气，而是淡淡地望着莫里斯。流萤的公主眼光狭窄并不奇怪，毕竟你们那个小岛能看到多大的天呢？听见东方玉暗刺自己见识少，莫里斯气得俏脸通红，就要发作。你！东方玉这时直接转过身不搭理他，朝着轩辕龙继续说道：陛下，这个叫海狼旗，是海里最凶猛的一种鱼类。渔民们冒着生命危险捕捉到海狼之后，会将它身上最具精华的鳍给割下来，然后经过复杂的工序处理，做成海狼旗。别看它不起眼，可是10头海狼都难制出1斤的海狼旗呢，所以它极其珍贵，1000两银子买1株，10000两黄金也就买得到1两而已。众人看了一眼箱子里的海狼旗，少说也有几斤，看来要不少的银子。莫里斯听他这么一讲，脸色顿时有些挂不住，撇了撇嘴说道：你这是什么海狼旗？看着就没什么好吃的，谁知道值不值那个价儿？哈哈，陛下，皇后娘娘，这海狼旗之所以如此珍贵，不仅因为其美味珍馐，更是因为它还具有美容养颜，让人青春永驻的功效。敢问摄政王，这海狼旗该如何食用呢？回皇后娘娘，每日只需抓这么一点点泡开，让伙房的人洗干净后，无论是炖或是煮粥都可以。只要坚持吃，皮肤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年轻的。东方玉的这番话让皇后喜笑颜开。作为后宫之主，这海狼旗大部分都会落在她的手里，其他嫔妃能得到一些边角料都算她开恩了。东方玉说完海狼旗，又开始介绍起其他的海产品。这次莫里斯不敢再乱插嘴了，当心被打脸。介绍完海产品，东方玉又对轩辕龙说道：陛下，我国的女子特别仰慕贵国的风土人情，想要在这里生活，为了达成他们的意愿，本王这次来时
特意挑选了10名温柔贤淑、能歌善舞的女子，希望陛下能够满足他们的心愿，让他们能够在这片心仪的土地上生活。说完拍了拍手，殿外立刻走进来10个身材妖娆、国色天香的女子。她们统一穿着透明的薄纱，将好的身材包裹住，脸上戴着同款面纱，把精致的脸蛋衬得是若隐若现。进殿的时候眼波流转，瞬间就勾去不少大臣的魂。轩辕龙高兴地挑选了2名最漂亮的，其他8人打算赏赐给其他有功之臣。看了眼从女人上殿就一直眼观鼻鼻观心的轩辕锦，他顿时眸光一闪，说道：九皇帝啊，所有的臣子里面就你只有锦王妃一人，后宅未免太冷清了一些，不如你挑选2个美人回去做侍妾吧。多谢皇兄，不过不必了，臣弟惧内。此话一出，满朝文武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能把惧内说得如此理直气壮的，恐怕也只有锦王爷一人了。哼，2、3年不见，曾经征战沙场的战王竟变得如此胆小如鼠，连个女人都怕了。我看你倒是想惧内，但是没机会吧？你以为个个都像你这样没出息？曾经战无不胜的战场英雄，如今变成连女人都怕的狗熊，哼，真是让人贻笑大方啊！夫妻间的情趣，你这个单身狗永远都不会懂。轩辕姐，你别仗着武功高就乱骂人，你骂谁是狗啊？你才是狗，你全家都是狗。其他人不懂，但南宰相因为女儿跟苏沐雪混得熟，所以听他说过单身狗的意思。二皇子息怒，景王爷并没有骂人的意思，他是说你没有王妃，所以是单身狗，并不是骂你的意思。艾丽都有些气结，他在战场上打不过这个男人就算了，没想到连感情上也落后一步，搞得现在还要被他嘲笑是单身狗，真是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有什么了不起？等回国我就娶个王妃去。轩辕锦眼睛上下扫了他2眼，又刺了他一句：哼，估计够呛。你，轩辕姐，你什么意思？又想打架了是吧？艾丽都气得摩拳擦掌，想上前跟轩辕锦干仗。手下败将。哼，以前我确实是打不过你，但现在你变成了一个病秧子了，我还能打不过你？艾丽都被气着了，举起拳头就要上去。那就试试，只是不要像以前一样被打败了哭鼻子就行。我说多少次了，本皇子不是被打哭的。被死对头当众说出自己的糗事，艾丽都脸都气绿了。那时他才12岁，第一次上战场，当时他正在跟轩辕锦交手，就看到自己最好的下属就这么惨死在旁边，所以心态没绷住，哭了。轩辕锦倒是挺仁义的，与他协商先休战，等处理好情绪迟些再战。当时他心里还挺感激的，结果就被这个魔鬼般的轩辕锦每见他一次都要拿这件事说一次，真是要气死了。艾丽都冲上去想跟轩辕锦干仗，只是现在地点不对，大殿上的人怎么可能让他俩这么打起来？于是拉的拉，劝的劝，这才终于让他俩分开。只是经过2人这么一通的胡扯闹腾，倒是成功的把轩辕龙想往锦王府塞美人的心思打消了。他担心自己要是继续给轩辕锦赐女人，一会儿不一定还得闹出什么幺蛾子来呢。于是剩下的8个美人最终被转送给了太子、3皇子还有另外4个大臣。新得到2个美人，又收到许多珍贵礼品的轩辕龙今日很是高兴，专门为4国使臣举办了很隆重的接风宴。作为皇室成员之一，苏沐雪这个王妃当然也要出席的。西奥多，听说那锦王妃要求一夫一妻，你说我要是把对面的男人弄过来做筹码，让锦王妃用手枪交换夫君怎么样？公主不可，那轩辕锦可是有名的战王，连你皇兄都不是他的对手。西奥多立马劝住自家主子。
战王如今虽然看起来身子不太好，但雄狮毕竟是雄狮，岂是自家公主这三脚猫的功夫能对付的？放心吧，西奥多，征服一个男人并不一定要武力，只要有美貌就够了。你看我与锦王妃两人，谁更美？她如天空般湛蓝的眼睛魅惑地望着西奥多，让男人情不自禁地陷入她的眼神中。当然是公主你最美。莫里斯得意地笑了。到现在为止，他还没有见过哪个男人逃出过自己的手掌心。相信只要他发挥魅力，这个所谓的战王定然也逃不开他的石榴裙。接风宴过后，几国交流切磋的友谊赛又开始了。虽说是友谊赛，可还是需要彩头的。东离国陛下，既然我们远来是客，这友谊赛的项目和规定是不是也应该由我们来定啊？轩辕龙以为他们既然都来东离国朝拜了，那肯定是怀着交好的心态来的，而且说好是友谊赛，想必也不会出什么太刁钻的规定。于是大大方方的点头答应。陛下，我们一致决定，所有的赛事都要3局2胜。东离国作为东道主，要是输了，就必须要割让出5座城池，同时还要答应我们一个要求。这让原本只是想娱乐一下的轩辕龙脸色一变，终于看出来这才是几国的真正目的。先前的送礼和示好都是为了麻痹他，谋求更多的利益罢了。莫里斯见轩辕龙脸色不好，担心他不答应，嗤笑一声，开始使用激将法。怎么，东离国的陛下这是害怕输，所以不敢应战吗？难道说你们东离国自称大国风范，实际举国上下却是个应战本事都没有的怂包吗？他这话说的东离国众位臣子一阵愤怒，恨不得马上应战。你们想怎么比试？很简单，我们4国各出3道项目，你们东离国若是能赢了2局就算胜，否则便是输了，必须割让5座城池给我们。你们简直欺人太甚了！南廷玉首先站出来指责。怎么，你们东离国不是号称国力最强，还想让我们4国俯首称臣吗？若是连这点本事都没有，如何让我们信服啊？对，若是东离国能赢了我们，那我们自然俯首称臣。若是不应战也可以，只要陛下立马割让出5座城池，并答应我们一个条件，以后向我们俯首称臣就行了。几国这话立刻引起东离国众位臣子的愤怒。陛下，应战吧！臣等宁愿站着生，不愿跪着死。事关国之尊严，原本没打算冒头的轩辕锦也愤怒地捏紧了拳头，打算请求皇上出战。苏沐雪见状，一把拉住他的手。轩辕锦以为苏沐雪要阻止他，转头跟他认真解释道：对不起，沐雪，这次我不能听你的。我是一名将士，国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我必须出面捍卫东离国的尊严。阿锦，我没有阻止你的意思，只是想告诉你，别被他们用道德绑架绕进去了。凭什么我们作为东道主，就所有条件都得由他们开？合着咱们赢了没好处，输了丢城，还要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，而他们却什么都不用付出，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？那你的意思是？既然是比赛呢，那当然各方都要给一些彩头才好玩。若是有人一点好处都没有，这比赛还有什么意义？4国的人看东离国还没有人站出来，当即得意地继续开口逼轩辕龙。陛下，看来贵国的人都准备不战而降了呢。战，自然是要战的，不过不能因为我们是东道主就一味的吃亏了。苏沐雪扫了一圈几人突然变色的脸，笑着说道：赛，我们东离国肯定是要比的，只不过这比赛的彩头要怎么给，可不能只由你们4国说了算。锦王妃说的对，我们是东道主没错，可为什么就非得一定要吃亏啊？对，这比赛的彩头必须要改。4国的人没想到有人会突然横插一杠，看东离国大臣们的样子，
若是不答应改，这比赛可能就成不了了。锦王妃，你想怎么改？很简单呀，你们每国出3道题，3局2胜。说我东离国输了，自会按照约定给你们做城池，外加一个条件。反之，你们哪个国家若是输了，就必须得给我东离国5座城池，外加一个条件才行。不行，自古以来还没有这样的规矩，我们不接受。以前没有，不代表现在没有，毕竟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你们要是怂了，害怕我们会赢，那现在就带上你们的人和东西滚吧，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。苏沐雪又将刚刚4国逼人的话还回去给他们。东离国的陛下，刚刚我们已经说好，这比赛的项目规则都得由我们4国来定，你也答应了的。现在锦王妃这是在强词夺理，她是在破坏规则，藐视陛下你的决定。东方玉还试图用先前挖的坑来堵轩辕龙，顺便坑一把苏沐雪。摄政王可不要因为年纪大老糊涂就开始胡言乱语，我们陛下何时答应过项目和规则由你们来定了？东方玉差点气死，他才刚不惑之年，哪里就老了？不过这不是重点。锦王妃，你们有谁亲耳听到陛下答应他们这事儿了？朝臣们异口同声说不曾，声音洪亮无比。莫里斯高声辩驳：你们陛下虽然没有亲口说，但是他当时点头了。对，你们的陛下点头了。哼，点头就是答应吗？那是我们陛下刚好想打喷嚏而已，毕竟有几个臭虫在他眼前晃来晃去，散发臭言臭语，陛下被熏得鼻子难受，想打喷嚏也很自然，不是吗？我说你们这些人果然是从小地方出来的，见识浅薄不说，还挺会孔雀开屏，自作多情的。苏沐雪的这番话连讽带骂，将4国连国带人都给嘲讽了一遍，把他们气得鼻子都歪了。你们几个有没有一点种？到底答不答应？不答应就赶紧滚回你们的井底去，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。对，不答应就赶紧滚回去，不要在我们的土地上撒野。你们东离国就是这样对待朋友的吗？魏太子错了，我们东离国对待友人从来都是朋友来了有好酒，但是对待居心不良的人，那就是豺狼来了，迎接他们的是猎枪。他的这番话说得铿锵有力，望着4人眼神里充满杀气，仿佛是正在临阵沙场的女将军。锦王妃，这是想与我们4国为敌吗？做朋友还是做敌人，这是你们该考虑的问题。不过我告诉你，我东离国的男儿甚至女人都没有一个是孬种，不信你们试试看。说完又很拽地加了一句，其实做敌人也不错，毕竟我还想去试试马踏别人京都时的感觉，一定会很爽吧。东方玉与其他3国听到这话，顿时脸色一变，看来想吞并别国的不止他们，东离国也是这么想的。如今事情没按他们想的发展，就这么灰溜溜的回去肯定不可能。几人立马暗中用眼神交流一下，决定就按苏沐雪说的来。东方玉率先出声，就依锦王妃说的来。我们也赞同。听到他率先表态，其他3国也纷纷点头答应。